视频的开头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为什么会想买折叠屏手机呢？是看小说追剧，还是工作生产力，还是说就图展开那一下的爽感？市面上的这几台热门折叠屏呢，我们全部都深度体验过。如果你想买，还拿不准怎么选，看完这个视频的话就一步到位了。先说结论，三星 Z Fold 7最强，但作为最贵的一台，想要得到和价格对等的体验呢，我只推荐经常处于双语环境的商务人士，比如需要这个港深通勤，或者是经常跨国出差，它的这个同传翻译能力呢，方便你不少。OPPO Find N5当生产力工具呢，绝对是一把好手，系统精致，细节到位，办公很合适。但是要注重影像和外围配置的话呢，就得再斟酌一下了。如果你是想尝试折叠屏的年轻人，特别是果粉，那我推荐你买 vivo Fold 5，6999的价格足够让你有一个近似苹果折叠屏的体验。华为 Mate X6 的视听体验和影像都是拔尖的，很尊。软件适配呢，确实还有点不足，适合不常用手机操作办公的人，或者是华为全家桶用户。荣耀 Magic V5 提升效率的方法呢，是不用动手，只用动口，有很多别的手机体验不到的新颖功能。外观手感呢也最好，适合追求新鲜感的用户。OK， 这次我们把它们全部凑齐了，给大家从外观、视听、影像、生产力方面做一个全面的对比总结。综合追加，我要投荣耀一票。虽然国产厂商全部在宣传轻薄，但经过我们实测，这些轻薄屏里面最轻最薄的其实是后来居上的三星 Z Fold 7，荣耀 Magic V5 呢也只能屈居第二。三星的外观其实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台，比起国产几乎如出一辙的这个大 Take 和 logo， 它的这个镜头模组呢小，连 logo 都藏在了转轴上，看起来呢更加简洁利落。但你放心，这不是三星的商单，审美的话说得上见仁见智，但是手感呢真的是最差的一档。祖传的这个直角尖尖，祖传的个手，因为镜头模组又厚又小，放桌上呢还会晃悠。OPPO Find 5的边框呢也比较锐利，相比较的话 ，vivo 的边框过渡就更流畅。华为则是因为略微厚重而有些压手。综合下来，拿在手里最舒服的还得是荣耀，阿角够圆润，边框又顺滑，重量呢也够轻。扬声器的差距呢，这里给大家放一段自行感受。屏幕上三星的观感一马当先，21:9的比例和鲜明透亮的色彩呢，看着更加舒服。而荣耀的内外屏分子亮度则是达到了5000尼特，质地感性，再加上它的立周护眼调节，还真能够让眼睛轻松不少。根据我们的综合体验排了个表格。听我分析，你要是拿这个折叠屏追剧的话，肯定在乎续航吧。除了去年发布的华为 Mate X6 和电池充电都没有长进，堪称复古的这个三星 Z Fold 7，各家这个电池容量呢，其实都冲到了5500加。不过要注意，荣耀 Magic V5 的6100毫安时大电池呢是顶配版本才有的，所以如果不买顶配，电池最大的就是 vivo。影像表现最好的是多了一颗红枫镜头的华为，就算是折叠屏用户也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影像素质。我们也拍摄的主摄、长焦、微距、人像、夜景，题主样张的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参考。三星的这个2亿像素呢固然强悍，但是凑数的这个长焦和超广呢给它扣了大分。总的来说呢，还是华为拍出来的这个观感更好，你们觉得呢？前置的表现从800万像素到2000万像素，大家这个前摄像头呢都很拉垮，想自拍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展开用后置。折叠屏怎么当好生产力工具，就是既要提升效率又要智慧好用，这环节呢其实挺卷，但我选更符合中国宝宝体质的 OPPO Find N5。OV 两兄弟没有自家笔记本电脑，倒是让他们对别家的这个产品更加包容，特别是对还没有折叠屏手机的那个品牌。OPPO 的系统打磨精细，连 Mac 的这个延伸键盘都1:1还原。
隔壁微软用户都馋哭了。除了兼容做得好 ，OPPO 的这个 AI 文档助手也很强，电脑上的这个文件编起来也很方便，让 AI 帮忙修改润色一下，再直接替换发回去，一套操作下来比在电脑上还快。还有一点要夸的就是 OPPO 的这个全景虚拟屏，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习惯组合应用，边玩游戏边看资讯边聊天，一心三用不是梦。不过软件做的那么强，在马达、扬声器这些外围配置上就缩水了，体感上用着就没有那么爽。vivo 直接走的就是苹果搭子路线，只要下个这个办公套件和 Mac 的互联功能呢够多，操作起来也够简单清晰，还能够调用 iCloud 的文件，收 iPhone 的消息，接 iPhone 的电话，给 iPhone 充电，连 AirPods 还能上岛 ，Apple Watch 也让它连上了。它的这个原子工作台呢，也是提升效率的一把好手，最多同时支持5个应用来回切换，丝滑流畅的程度呢，也是向苹果看齐。不过它的这个芯片居然还是用上一代的这个骁龙8 Gen 3，在使用洲际上的对比别家还是少了一点诚意。三星的 AI 其实一直都很在线，一笔能成画，有多个风格选择，一句话能够生成歌曲，还能够直接唱给你听。像回忆之处一张网，把我困在里面，手中的伞有一些摇晃。Bixby 视觉功能可以帮助不便人士阅读文本，识别物品和颜色。左滑呢就能进入同传翻译，实时翻译台语、粤语，居然还有这个应试英语，再刁钻的这个口音，是不是都能够听得懂了 ？They expose their wealth and how much they earn, so they have to pay more taxes. That is why the term is called black money in India. 实用的还有一个音频橡皮擦功能，可以把视频里面的各种声音分离出来，单独进行调整，让音频更干净，听差别还是挺明显的。不过它的问题也是老生常谈的，系统在国内呢就是水土不服，在内地尤其是系统小白的用户的话，上手会很困难。怀魅的 X6 风格过于鲜明，优缺点呢都格外的显眼，简单干净丝滑，还有秀肌肉的这个隔空操作，往外一拿就是告诉别人我用的是华为。鸿蒙的这个隐私安全也是独一份的好，给相册上了应用锁之后呢，其他第三方应用也无法打开直接调用。软件的适配确实没那么全，展开状态下有的软件界面看着咣大一个，有的软件功能又缺失。不过它的更新速度也确实挺快的，前几天还吐槽的微信搜索不了表情包，没多久就更新用上了。荣耀 Magic V5 的优势在于 AI 助手对于第三方软件的调用，悠游呢可以帮你一句话打车，还能够几个平台同时对比挑最便宜的那个，还能够一句话生成 PPT， 给它一个主题，再选个模板，一个完整的 PPT 就这么水灵灵的出来了，稍微修改直接拿去开会了也没有问题。它的这个互联互传也称得上是打通生态，包括华为、苹果在内，几乎市面上你有买到的智能手机，它都能够快速互传。非要挑刺的话，就是它对 Mac 的这个适配软件呢，还是一个毛坯房的状态。别人既能够远程控制，又能够当副屏，而它除了互传，啥都没有。这样看下来，你们选购折叠屏的想法是不是就清晰多了 ？OK， 这条视频呢就到这里了。想看哪些手机或者是功能的横屏，记得给我们点赞评论。拜拜，谢谢大家。